这意思就是说，完美类型的伴侣呢，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秤座这样的类型的人。嗨，欢迎收看林氏姐占星术频道，我是林氏姐老师第一位中文徒弟蔡三姆。大家对于上升星座应该是蛮熟悉的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太阳星座以及上升星座。太阳星座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外形以及外在的这个显示，上升星座是指一个内在以及我们的内心的心理动机。如果我们用一台车来比喻的话呢，太阳星座就像车子的外形，像是 BMW 的外形设计啦 ，Mini Cooper 的外形设计，这些都是属于太阳星座的特性。而上升星座呢，就是车子的引擎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去轻易的去看到这个引擎的大小，引擎的这个强度是怎么样。我们必须去打开这个车盖，才可以看见这个引擎的一个状态。而这个引擎的强大多寡呢，都是由上升星座的能量来表示的。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上升白羊座。上升白羊座人的心理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引擎又是属于哪一种的类型的呢？上升白羊座人是喜欢争取第一名的心态，不管在哪一个场合、哪一个比赛，或者是哪一个考试等等的任何的一个场合下，都会想要争取当第一名的。所以呢，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这个第一名这个头衔，主要是因为说他们想要以实力、竞争力以及获胜的方式，让周围的人去注意到他们，甚至呢可以对他们称赞说：“哇，你好棒，你好厉害，你好强哦！”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上升白羊座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尝试这样对他们做。另外呢，上升白羊座人喜欢独自工作的，甚至喜欢有竞争方式的工作模式，像是业务类型的工作他们不太喜欢被别人告知说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这个，你等等要做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很容易感到不舒服的，甚至是不爽的。他们通常对于去做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用自己的一些意见或者思考模式的，但是呢，他们的认知是只要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往前撞，一定在某一天呢会成功的，就像是一头山羊那样子，不断的用头去攻击对方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去想到说，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捷径呢，可以用比较轻易的方式去获取成功的。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做《白羊跟黑羊》这故事是说，两只羊同时出现在这个桥的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双方都不愿意去退让，让对方先过桥的，而是呢，双方是直接攻击对方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只要战胜对方，对方一定就会往后退让的。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故事的这个结局呢，却是两只羊同时都掉入河里面。而上升白羊座人的态度就跟这个故事里面的羊是一样的，他们很容易跟对方引起冲突来解决问题的。但是他们自己确实不知道是说，其实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只有冲突或者是对抗的模式才可以获胜的，有时候呢是可以用比较和谐委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而白羊座的相反星座，也就是天秤座，就会以和谐、委婉、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白羊座是火象星座，这也表示说他们有很多的能量，以及他们是没有耐心的去可以一直专注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太久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开发以及学习什么叫做耐心以及坚持的道理。不然的话呢，周围人都会觉得说他们是非常肤浅的。上升星座是关于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的这种方式上升如果落在白羊座人呢，之前对于生命是比较直接的、比较开放的，是充满活力的。他们的愿望是成为自己的生活的主人，当然他们也是想要去创造以及控制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方式的。另外呢，他们也很喜欢冒险、挑战以及竞争的。假如一位上升白羊座的人的命盘里面是出现比较内向的命盘命格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就很难去把我刚刚所说的上升白羊座的这些个性给发展出来的。
而这样的话呢，他们的内部的人格冲突将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种表现，就像是他们很可能会导致一些周期性的情绪爆发，甚至突然暴怒的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如果假如这个上升白羊座人的命盘或者命格呢，是出现说不容许这个人有一个自由表现自己个性的这种命格的话呢，也就是说它是属于要限制的这种类型的命盘的话，这种限制呢是可以表现在他们的疾病身上的，像是他们常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胃部不适，甚至溃疡等症状发生的。上升星座的位置是在命盘里面的东方，也就是大家看到箭头指的这个方向，而它的对面呢，也就是西方，我们称作为下降位置。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你的伴侣类型的个性，以及你会被哪一种类型的伴侣所吸引的。所以，当白羊座是落在上升星座位置的时候呢，那么它的下降位置则就是天秤座。这意思就是说，完美类型的伴侣呢，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秤座这样的类型的人，也就是说比较妥协啦、和平啦以及和谐的这种人格。我们都知道白羊座行为是比较多活力的、战斗的、挑战的、说话比较直接，甚至公开对抗的但是呢，天秤座的个性呢，就可以帮助白羊座这些能量呢被软化一些。天秤座呢可以用美丽啊、魅力，甚至和谐的、圆润圆滑的外交的这种行为以及能量来表现，以及甚至实现这些目标的。上升白羊座人对于爱跟性的看法呢，是非常感兴趣的有很大的动力对这方面是非常的一些专注的。他们也非常渴望一个长久的伴侣关系因为它的下降位置是天秤座的关系所影响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不能去放弃不断的参与新的冒险活动的态度这对于上升白羊座的性格来说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但是这种态度呢，却造成他们的伴侣很难去容忍他们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有一股强烈的欲望，是不断的要跟伴侣去沟通的良好的意志呢，并且可以去学会尊重伴侣的。最后呢，他们会做出一个合理的妥协。但是这些素质呢，似乎不是那么明显的是在表现在他们的外在的，而是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层的位置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猜测跟看到这些素质是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里面的，只有那些比较亲密的朋友，或者是比较亲密的亲戚呢，才有办法从侧面去看到他，原来他本身有这样的品质存在的。火星是管理白羊座的，这对于上升白羊座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火星将是他们的个人行星，所以这个在他们的命盘里面呢，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举一个名人的例子，这样子大家对于上升白羊座的能量呢，也就有一点点的一些理解。美国一位已故的作家叫做亨利·米勒，他是太阳双子座，但是呢，他的上升呢是在白羊座，落在第7宫，并且是在天蝎座这个能量的。所以呢，第7宫的意思是婚姻宫。那他出版的书呢，都是非常知名的，像是《北回归线》、《南回归线》以及《白色的春天》等等但是呢，我刚刚有提到，上升白羊座人的态度是比较直接的、比较开放的。所以他所写的这些书籍内容呢，也是非常直接的、非常开放的，甚至是直接对于社会的批判、性革命超现实主义等等的。所以他的一些书籍在当时呢是属于禁书因为他的文字太过于争议跟直接的，这完全就是非常的白羊座的这些行为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收看我的影片，也继续支持我们林氏姐占星术频道。如果你对于上升白羊座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呢，欢迎留言跟询问。下一个影片呢是上升金牛座，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咯，拜拜。